2026年6月4日，一辆插着老挝国旗的黑色红旗轿车竟然一头扎进了中央党校的旧宿舍区。车里坐着的是应习近平本人的亲自邀请，带着最隆重国事访问使命的老挝国家主席、党中央总书记通伦。他要去看他自己26年前在党校学习1个月的时候住的那间房。一国元首进行国事访问，到了北京，居然被领着去党校旧宿舍里找寻青春回忆。你当国事访问是老年人夕阳红旅游呢？其实真正的戏从2天前就已经彻底穿帮了。通伦这次国事访问一共5天，时间是6月2号到6月6号。然而落地中国的第一站居然不是首都北京，通伦被扔到杭州整整待了2天，直到周4，也就是访问的第3天才到了北京。为什么不让通伦首先落地北京？要知道，仅仅50天前，越南的最高领导人苏林访问中国，那可是专机直接降落北京。第2天上午，老习夫妇就见了苏林。外交部这种故意拖延的日程安排背后肯定有原因，不管最后那位是被强行打上强心针推出来见一面，还是继续装死，中方这种破天荒的拖延安排就已经铁证如山的昭告，它已经出了大问题，中南海已经出了天大的事。我们把时间倒回5月29日的黄昏，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一场例行的会后餐开始了。可就在服务员刚刚上菜的瞬间，一通来自301医院南楼的加急密电，前总理朱镕基病危。仅仅2个小时之后，海外推特上就一字不差地公开了参会受影响这5个字。爆料人甚至直接点名消息源头来自中办蔡奇的机要秘书骆敏。您琢磨一下，前总理即便再德高望重，他毕竟已经是一个退休了20多年的97岁老人，一个常年住院、风烛残年的过气元老病危，真的有能力惊动正在觥筹交错的政治局参会吗？事情绝没那么简单。如果真是朱镕基病危，接下来这几天，北京和海外怎么可能连一丝一毫的后续消息都没有？这显然不合理。没有后续，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儿。真相是，有人用朱镕基病危去解释那晚中南海里所有的慌乱与警笛，因为当时被元老们逼到绝境的一尊突然倒下，被急救车一路警笛狂飙送进了医院。那么5月29号那天，中南海那扇紧闭的大门背后到底召开了怎样的一场政治局会议？就在5月30号，也就是传闻中的参会中断的第2天，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极其重要的人事任命，由具有温和改革派背景的关志欧正式空降湖北，接替王忠林出任省委书记。各省省委一把手的调动必须通过当月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签字才能正式下发。关志欧是5月30号官宣的。5月29号那天，政治局会议一定开了。但为什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上却连1个字的5月政治局会议通稿都没有？因为那一天的议程就是刺刀见红的人事大清洗，没办法报道元老派合围逼宫，当面清算习家军的各路亲信，强行安插自己的人马。整场会议开得极度压抑，火药味浓烈到几乎要爆炸。一尊在元老们鹰隼般的注视下，看着自己的铁杆亲信被夺权免职，却根本无力回天。就在会议勉强结束，参会刚刚开席的那一瞬间，在极度的愤怒、屈辱与绝望交织之下，一尊的身体突发极端状况，当场倒地，被紧急送往了301。这也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在面对老挝元首访问依然只能采取这种荒诞的神隐与装死。这一次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醒过来，目前还不好说。上一次的中风发生在前年的7月，他在1周之内就恢复并重新露面了。但这一次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就在5月29号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局会议之后，党媒推出了几篇规格极高但调性诡异的重磅文章，这里就说2篇。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总书记的人民情怀，洋洋洒洒几千字，开始给一尊这几年来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外交大撒币做盖棺定论的历史总结。一个才刚刚神隐了10天的最高领导人，宣传机器不想着去报道他今天的动态，反而急不可耐地把他几年的旧账像翻阅工程簿一样一页一页地梳理出来，释放的政治信号再清晰不过。一尊同志的历史使命到此已经功德圆满，他可以光荣地进入历史，这叫政治盖棺。地方官媒矩阵，标题更是直白的吓人，人民之心，总书记谈政绩观，不留后遗症。这是近期中南海里最冰冷也最残酷的政治暗号。什么叫后遗症？那些靠着揣摩上意投机钻营爬上高位的习家军余孽，就是帝国机体上最大的后遗症。不留后遗症，就是要彻底清洗公安部、政法委以及东部战区里那些对一尊死忠的爪牙，不给你们在接下来的20届五中全会上留下任何一丝死灰复燃进行反扑的可能。这是一场中南海为一尊量身定制的政治送终仪式，用功绩把你焊死在历史的青铜牌位上，再用不留后遗症的钢刀把你的亲信余党活生生的从这个帝国的机体上一刀一刀割个干净。就连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都突然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跑到了遥远的云南文山。官方媒体言之凿凿，说他是去调研文山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基础教育工作。一个堂堂的常务副总理日理万机，在如今大国经济大盘几乎全面崩溃，财政部每天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生死关头，他居然有闲心去关心数理化偏不偏科。大国常务副总理的工作难道是去帮小学生判作业、检查高考考场吗？这不叫调研，这叫教科书级别的调虎离山。咱们来算一算这笔致命的时间账，为什么反对派一定要在6月1号到2号这个骨节眼上把丁薛祥从北京硬生生请到2000公里之外的云南？因为就在这几天，北京的权力格局正经历着惊天动地的重组。一尊在301生死不明，蔡奇等爪牙被死死按在北京，而丁薛祥作为一尊早早预备在即将召开的20届五中全会上强行推出来接班的代理总书记人选，如果他留在北京，他就是反对派夺权最大的绊脚石。所以反对派动用了最冠冕堂皇的行政指令，你去云南调研小学教育，而北京的政治版图就在这致命的48小时内被彻底重写了。最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地方诸侯在面对这位当朝储君时表现出来的冰冷与决绝。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下省调研，地方一把手贴身陪同，这是最基本的政治规矩。可是大家去翻翻云南日报和新华社的所有公开报道，丁薛祥在云南调研的这几天，身边陪同的官员名单里竟然找不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的名字，这是最露骨、最不给面子的政治割席。王宁真的是没时间吗？就在丁薛祥在文山看小学生算术的同一天，6月2日，王宁会见了一位美国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宁可见一个没有任何行政实权的美国老头，也不愿意去陪同习家军、楚军、丁薛祥哪怕10分钟。中共这些封疆大吏，政治嗅觉比猎犬还要灵敏100倍。王宁早就通过中南海内部的特殊管道得到了最确切的消息，一尊已经油尽灯枯，大势已去。如果王宁此时还像以前那样屁颠屁颠的跑去给丁薛祥接风洗尘，他王宁就是铁杆的习党余孽，是要跟着一起被清算进去的。他高调会见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就是在向北京的新当权派释放无比强烈的信号：我王宁正在抓经济，走的是温和务实的对外开放路线。我跟丁薛祥、跟习家军已经彻底划清了界限，我连他的面都不见。这就是大厦将倾前夕地方诸侯最露骨的政治叛逃与选边站队。
普瑞堂的明星产品玄宝黑参一直是大家最欢迎、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现在给咱们频道的观众推出了非常实在的福利，每一单只要买满500美元，就直接赠送您一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大家别小看这一根黑参，切片泡水或者含服，足够您足足吃上1个星期，让您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它的补益功效。而且这个赠送是上不封顶的，买满1000美元送2根，买得多送得多。大家在结账时记得输入咱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G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购买链接就放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了。东部战区和驻守福建的第31集团军一直被视为一尊最内核、最铁杆的军事基本盘。即便近来何卫东、林向阳、苗华等福建帮军头被陆续清洗，但基层部队里依然盘踞着大量对一尊死忠的爪牙。这帮亡命之徒如果进京擒王，中南海岂不是要血流成河？可是反习联盟根本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去搞流血政变，他们用了一招最残酷也最现代化的杀手锏——数字阉割。现在整个东部战区乃至全国各大战区的每一枚战术导弹发射密码，每一套高精尖雷达系统，都必须实时接入一个所谓物理分布、逻辑一体的军事云平台。前线的将军想要启动雷达，对不起，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司令员一拍桌子，参谋长盖个红章就能动手。将军们必须在军委系统里规规矩矩的申请工单，只要北京不发给你解密的数字密钥，你手里的导弹就是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甚至连坦克的发动机你都别想点着火。而更狠更绝的一招叫剪断绞肉机的肠胃。以前军队要造反，要搞政变，必须依赖独立庞大的军需后勤保障库房，只要库里有油、有粮、有弹药，将军们就能拥兵自重。但现在中南海的元老们直接把这根大动脉给剪断了。军队现在开始推行所谓后勤社会化保障，简单来说就是把军营的柴米油盐、车辆加油、营区供暖，甚至医疗和公务用车全部外包给了地方的物流公司和民营物业。这些地方企业、民营物流归谁管？归地方政府管，归国务院管，归反对派实际掌控的行政系统管。一旦前线某个基地的将领有任何非正常集结的动向，北京根本不需要派兵去镇压，国务院只需要签署一纸行政指令，地方物资立刻停运，地方电网立刻拉闸，不出48小时，你的军营就会断水、断电、断粮。你手里有枪又怎么样？你今天中午的便当地方快递根本就没给你送，你拿什么去造反？除了戳瞎军队的眼睛，剪断军队的肠胃，新任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更是直接要了一尊军事思想的魂。杨志斌这位胡锦涛时期就备受重用的空军嫡系，上台后在军中立下了一条新规矩，在政工宣传中把话说直白，别让战士猜。这是在扒蔡奇和李书磊的皮，是在刨一尊强军思想的祖坟。在过去13年里，军队的政工干部最擅长的就是揣摩上意。领袖随口说了一句什么故弄玄虚的话，底下就层层加码，疯狂解读。谁要是猜不透这句话外音，谁就是忠诚不绝对。而杨志斌规定的不准战士猜，等于是给所有的基层士兵和军官发了一张合法抗命许可证。以后再有福建帮残余企图用神神秘秘、充满政治暗号的口头命令下达谋反指令，底下的营长、连长可以直接顶回去。对不起，首长，请把意图和标准摆在明面上。军报说了，别让我们猜。这简直是釜底抽薪，直接让习家军靠私人效忠和暗号联系构建起来的黑道指挥链，在基层彻底瘫痪。军队的眼睛被戳瞎，肠胃被切断，爪牙的嘴巴被彻底封死。这整场大戏的终局正朝着即将召开的20届五中全会急速狂奔。在那座闭门的京西宾馆里，等待着新四人帮的将是一场早已编写好进程的
致命围剿。温家宝和汪洋幕后操盘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已经彻底架空了老习的政治局常委会，而胡锦涛和胡春华在军中刘源等将领的拱卫下，已经擦亮了清算福建帮与山东帮的钢刀。大家看看最近中纪委像下饺子一样的定点清洗，马兴瑞的落马揪出了彭丽媛山东帮的千亿腐烂，王小红的大秘董义军神秘死亡，直接斩断了刀把子王小红最后的防御防火墙。发改委秘书长吴浩被查，彻底撕开了何立峰和郑乍杰钱袋子的遮羞布。这就是最经典的温水煮青蛙。等到五中全会大门紧闭的那一天，几百个中央委员走进会场，蔡奇、何立峰、王小红会突然发现自己的身后已是万丈深渊，主子已经病入膏肓，被迫写下了退位检讨。大内总管蔡奇将被列为造神运动祸国殃民的首要罪魁，钱袋子何立峰要为搞垮中国经济、制造通缩螺旋承担全部历史责任。新四人帮的谢幕已经开始。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江风世界，这场权力的终局之战咱们接着看。